总之就是非常可爱。里面的男主有多快？目前可以获取到的情报是，游戏星空比拉萨更接近光速，也就是我们男主的速度大于拉萨，小于光速。假如我在这个时候问一句，无语游戏星空孰快？你们肯定会说君快胜，男主何能及君也？那么男主游戏星空究竟有多快？我很好奇。灯空中的光速约为3×10的80方米每秒。下面问题就来了，拉萨到底有多快？众所周知，这个东西是个机构，本身没有速度，能用速度衡量的应该是它发射的飞行器。于是我就把他们主要发射过的东西都整理了出来，从超音速飞机到航天飞机，再到最近的探测器。列完之后，发现最快的速度是帕克号太阳探测器，第4次近日飞行的速度是39.3万千米每小时，这是目前的最快记录。虽然未来峰值速度可达到69万千米每小时，但这个要2025年才能达到，所以结论就有了。目前男主的速度最低值为39.3万千米每小时，这个速度是太阳系逃逸速度的6.5倍，银河系逃逸速度最小值的1/3。换句话说，男主只要一动起来，这岂止是要上天，只用1成多的公里就能直接冲出太阳系。不过是否能冲出银河系，就得看男主自身的努力了。太快了，果然是比拉萨还接近光速的男人。这就是我算出的男主游戏星空的速度范围。你们猜对了吗？男主干什么都很快，记忆力超快，行走的百科全书。那么这行走的百科全书平时做的题有多难？作为动画区的列文虎克，这一点自然也不会放过。我把男主试卷上的问题都翻译了下来，这像是一张历史试卷。比如幕府为什么推行朱子学？德川时期将军就把咱们中国的儒学文化作为政权指导思想，大力推行朱子学。男主的答案是上下地分之理。当时这一思想为幕府的等级制度打下了理论依据，自然也受到了德川家康的推崇。来看男主正在做的这一题，罗马帝国的原型竞技场叫什么？倒计时5秒，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简单？这个动画你穿越过去，你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，但是你遇不到这样的老婆，不只是记忆力，男主表白超级快，结婚也超级快。一纸结婚申请书竟然可以让男主怀疑这10几年学到的人生观念。有趣的是，这张结婚申请书也是信息满满，居然还要填写开始同居的时间，并在举行婚礼的时间和同居时间里填一个最早的。那如果没有同居也没有婚礼怎么办？在同居前可选的职业也是非常细致，并且我注意到女主在亲属关系这一栏填写的长女，可能暗示后面会出现弟弟妹妹之类的新人物。总之就是非常细节。田健老师你太细了，不愧是你。今天我们算出了男主速度有多快，39.3万千米每小时到光速之间，总之就是非常快。也对男主的试卷和结婚申请书做了一点分析。现在你对游戏星空有了更直观的印象了吧？那么小思知道男主的速度有多快吗？要不顶上去让小思看看。